We have a stupid person, frankly, at the Fed. If I want him out, he'll be out of there real fast, believe me. 川普在记者会上怒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，而鲍威尔回应得异常冷静。No， 这个总统都拿他没办法的人，按下加息按钮时，全球金融市场屏息以待。鲍威尔的存在感并不张扬，但他的决策能让全球资产市场风声鹤唳。疫情结束后，美联储激进加息，直接引发亚洲货币大贬值，欧洲股市跳水，全球资产定价逻辑重构。有人说他带领美国软着陆，也有人说是他引爆了商业地产的雷，但没人能否认他的决策影响了每一个人的钱包。大家好，我是 Stone， 今天我们要讲的不只是鲍威尔，还想聊聊这个掌控全球金融脉搏的幕后角色——美联储。美联储诞生于1913年，一开始是为了应对银行挤兑，稳定金融体系。但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，它不是一个政府机构，既不归总统领导，国会也不能随意干涉，是一个半民间半官方的独立中央银行系统。推动这套制度落地的人叫伍德罗·威尔逊，也是他签署了联邦储备法案，让美国金融权力拆分出去，避免一人独揽生杀大权。在美联储的历任主席中，有格林斯潘那样的人，他被戏称为上帝的嘴巴，只需一句话就能撼动全球金融市场。也有伯南克那样的人，在2008金融危机时出手救市，一边降息一边量化宽松，才稳住了市场，没彻底崩溃。还有沃尔克那样极具争议的人，他在1970年代用极端加息来对抗通胀，最终通胀被打下去了，失业率却飙升到历史高位。可以说，美联储的每个重大决策都是国运级别的影响力。那么美联储是如何维持超然地位，没有沦为政客工具的呢？真正让它独立性写入血液的人，是上世纪50年代时任财政部长的乔治·汉弗莱与美联储主席威廉·马丁。他们坚决反对政府直接干预货币政策，最终确立了美联储财政部分离原则。这套机制延续至今，这才让鲍威尔可以公开顶撞川普，也让货币政策尽量远离政治操弄。很多人关心一个美联储主席厉不厉害，一个总统懂不懂经济，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他们个人水平有多高，而是这个国家有一套允许犯错也允许纠错的制度。个人可能意气用事，制度却可以制衡失控；个人可能贪功冒进，制度却能压缩变量，限制代价。您认为美联储的独立性是美国经济的基石还是隐患？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，下一期我们扒一扒911事件后美联储一系列操作背后细思极恐的真相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关注，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